乌克兰将与美国签署安全合作协议，并最终确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的计划。波兰与美国商议，计划在波兰本土部署核武器，为应对未来可能的威胁。美国准备开发40年来第一款核弹头，并对1550枚核武器进行现代化升级。朝鲜首次模拟核反击，这是想干什么？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月22日报道，乌克兰与美国之间将开启安全合作协议的谈判，此举主要是为了能够让乌克兰拥有更多的远程武器。如今，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3年的第3个月，在这段时期中，乌克兰受到许多盟友的全力支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并且已经与多个北约国家签署几项为期10年的安全协议。截至目前，已经签署过协议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以及德国。不过，这些安全协议并非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共同防御协议，但依旧具有非常重大的象征意义。北约国家将在未来几年内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政治以及财政方面的支持。4月21日，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宣布，美国预计下周开始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包括陆军战术导弹。这款武器最大射程300公里，已经在去年交付乌克兰，双方都认为这可以提高乌军作战能力。4月22日，泽连斯基与拜登通了电话，详细说明了前段时间在哈尔科夫发生的空袭事件。当时俄军对哈尔科夫一处电视塔发动了空袭，距离俄乌边境仅30公里。泽连斯基表示，俄军的袭击意图就是想让哈尔科夫变得不再适合居住，并试图限制乌克兰的通信能力。除了远程武器以外，泽连斯基还表示，为了保卫领土，乌克兰至少还需要7套爱国者防空系统，或者其他同等级的防空系统。另外，还需要100万炮弹与航空兵。为了解决乌克兰的防空压力，德国副总理罗伯特率团访问乌克兰。此次访问主要是为了加强两国为乌克兰基础设施提供长期支持，以及加强国防工业等领域的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与罗伯特同行的还有德国防务巨头戴奥防务公司 CEO 赫尔穆特·劳奇。后者表示，将在未来几周内为乌克兰提供另一套 Iris-T 中程防空系统，而稍早一些，德国已经宣布会为乌克兰提供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直接由德国联邦国防军交付。关于泽连斯基发出的7套爱国者倡议，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北约很可能会再向乌克兰提供6套爱国者，算上德国此前提供的1套，基本满足泽连斯基的需求。目前来说，整个北约装备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总数超过100套。但很不幸的是，各国对于防空系统的需求都很大。比如荷兰装备了4套防空系统，但其中有1套是处于备用状态，是无法为乌克兰直接提供的。毕竟北约成员国也需要面临俄罗斯带来的压力。所以德国准备效仿捷克的炮弹联盟，打算组建一个防空联盟，来为乌克兰寻找防空系统。与此同时，德国智库研究所最近表示，俄罗斯正在扩编部分军队，为与北约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做准备。根据消息人士的消息，在俄罗斯北部与芬兰接壤的卡累利阿共和国已经组建了一个配备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的导弹旅，预计未来还将配备一个坦克师。除此之外，俄罗斯还在该地区部署了一支空军和防空部队，包括战斗机和轰炸机团、防空部队以及无线电工程兵。显然，俄罗斯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好了，下面我们将目光放在欧洲，美国准备在波兰境内部署核武器的最新消息。4月22日，杜达总统对外表示，波兰已经和美国商议，并已准备好接纳美国核武器，希望盟友在波兰领土上部署核武器，以加强北约东翼的安全。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如果波兰境内出现美国核武器，相关设施将被俄方立即列为合法打击目标。俄外长拉夫罗夫也警告说，鉴于欧美对乌克兰的支持已将世界推向和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边缘。
最终可能导致灾难，情况真的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为求自保的波兰只能选择在美国的核威慑保护下，将核武器部署波兰本土。而这正是俄罗斯一次次核大棒威胁造成的结果。俄乌战争爆发后，波兰在过去2年多时间里耗资数百亿美元加强军备，购买了大量军事装备，为即将到来的军事冲突做准备。想想去年瓦格纳在白俄罗斯部署的数万人部队，绝对是波兰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时期。但普里戈金的死亡让白俄罗斯和瓦格纳灰飞烟灭，波兰也就没有爆发战争。但如今俄罗斯不仅重建加强了加里宁格勒军区，而且已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了战术核武器。目前俄军能携带核弹头的战术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已经移交给白俄罗斯，据悉该导弹的射程为500公里。且援引美国军事网站战争地带网站刊文，白俄的苏25攻击机经过改装后便可携带战术核武器，且战机航程可达上千公里。这意味着，如果俄罗斯的核武器部署在明斯克郊外的白俄空军基地，那么包括波兰在内的众多北约成员国都将纳入其打击范围。只不过苏25攻击机的速度为亚音速，你说它投完战术核武后还能飞回去吗？此外，今年以来，俄罗斯屡次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袭击，而部分导弹多次侵入波兰领空，这让波兰即便购买了数百亿美元军事装备，依旧感到不保险，于是就想通过北约核共享计划寻求美国核武帮助。而且这也并非波兰官方第一次公开表示希望在本土部署美国核武器。2022年9月，杜达总统就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已与美国就加入核共享计划的可能性进行了会谈。2023年7月，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也在布鲁塞尔出席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时表示，正在积极寻求加入北约核共享计划等等。目前，美国已经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部署了战术核武器。但尚未部署到北约边界的国家，有消息显示，美国在欧洲和土耳其的军事基地存有100枚 B61核弹。因此，美国如果真的答应在波兰部署核武，应该也是部署 B61系列的核弹，而非如战略轰炸机、洲际导弹等核武器或投掷平台。至于波兰能否有能力投掷，这倒不用担心。目前波兰空军的主力装备 F-16和未来将列装的 F-35，经过改装后就能够满足投掷 B61核弹的需求。当然，波兰也可以将武器援助给乌克兰，只要乌克兰能获得俄乌战争的胜利，波兰也不用那么紧张。下面是关于朝鲜半岛的最新消息。朝鲜首度模拟核反击，超大型多管火箭炮可打驻韩美军。综合路透社、韩联社报道，朝中社等媒体23日报道，在金正恩指导下，朝鲜于22日下午发射多枚火箭弹，首度进行了核反击模拟综合战术训练，以测试被称为核触发的全国核管理系统。这是朝鲜炮兵部队首次参与此类演习，目的除了展示朝鲜军队多元化的核武能力外，意在抗议美国和韩国近段时间进行的自由之盾等军演。有报道指出，金正恩亲自监督了此次模拟训练，训练内容包含系统发布核反击的实战训练、核反击指挥系统操作演练以及射击超大型火箭炮等。韩联社指出，包括韩国陆海空三军总部所在的中青南道基隆台以及驻韩美军第8战斗飞行团基地在内的韩境内军事设施，均在朝鲜此次超大型火箭炮的打击范围之内。朝鲜的超大型火箭炮被美国和韩国称为 KN-25。韩联社更是将其称作专门针对韩国的武器，其口径为500到600毫米，发射车由捷克泰托拉 T815卡车底盘改造而来，车头后方有4根发射管。据悉，该发射管还跟朝鲜仿俄制 S-300防空导弹系统开发的闪电5导弹发射筒外形相似。两者都有多道环形加强筋，红色易碎发射盖，大小尺寸也相当。只不过 KN-06 防空导弹采用的是垂直冷发射，而 KN-25 则为倾斜式热发射。
虽然 KN-06 防空导弹为 KN-25 奠定了技术基础，使其飞行速度高达 6.5 马赫，但 KN-25 并非全盘接受，因为其还采用了333毫米8连装 KN-09 火箭炮的部分技术，如气动布局，就与 KN-09 高度相似，只不过弹径和长度都增加了。两者最大的相同点就是颇具朝鲜特色的火箭弹尾翼设计。其数量至少有6片，有利于增加升力。在火箭弹头部的带锥体外有4片梯形可动小型压翼，其设计与 KN-09 GML-2S 制导火箭弹相似，整体造价也相比采用全动尾翼、燃气舵以及精密的制导系统 KN-06 更低，也更适合大量部署。在射程方面，2020年，朝鲜曾在元山附近发射了2枚 KN-25，射程达240公里，2枚火箭弹几乎同时命中目标。2019年9月10日，也进行过一次 KN-25 试验，当时火箭弹飞行距离330公里，因此有机构推测认为 KN-25 的最大射程可达380到400公里。要比出口版的伊斯坎德尔导弹射程还要远，称得上短程弹道导弹。而上述两地距离朝鲜平壤的直线距离分别约为330公里和350公里。若是朝鲜大量部署 KN-25，不仅增强了朝鲜对韩国领土纵深目标进行常规打击的能力，也对韩国三军司令部和驻韩美军构成了直接威胁。因此，朝鲜对于此次核反击训练十分满意，称超大型多管火箭炮的部署已完成，有力地展示了完美的备战状态。金正恩也在指导完昨日的模拟训练后，大赞其是世界最佳的核战术攻击武器准备状态，并且他还暗示火箭炮可能搭载真正的战术核弹头。不过，韩国军方评估认为，该款火箭炮仍处于性能测试阶段。至于今后朝鲜导弹会如何发展，那肯定是朝着作战灵活性和生存能力更强的固体燃料导弹发展。因为除了 KN-25 外，朝鲜自2019年5月以来，其还试射了另外2种新型固体燃料短程弹道导弹，分别是朝鲜阉割版的伊斯坎德尔 KN-23 和阉割版的 ATACMS KN-24。它俩的飞行速度也能达到6马赫以上，且射程也在200到400公里水平，尤其是 KN-23 导弹。此前一次在咸镜南道咸州一带向东部海域的试射就有450公里，因此有人预测其射程可达600公里。而这3种新导弹也将取代朝鲜老旧的火星5和火星6导弹，成为朝鲜对抗的新武器。接下来是关于美军的最新消息。眼下俄乌战场的战事正如火如荼，而中东地区在伊朗袭击以色列之后，各方势力之间的混战也开始愈发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看了看自己的军火库，然后萌发了一项大计划。首先就是美国打算研发核武器，以此来应对未来对手的威胁。这是40年来美军首次研发核武器。这条消息是美国能源部长珍妮弗·格兰霍姆与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局长吉尔·赫鲁比放出来的消息，所以在可信度方面还是非常高的。根据报道，早在2020财年预算中，美国国家核安全局就提出将研制新一代海军核弹头，研究工作将在2023年展开。不过随后研制时间提前了2年，这款核弹头被命名为 W93， 将采用潜射设计，是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申请的193亿美元预算中的项目之一，预计将在30年代中期启动。从2022年开始，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就一直在进行 W93 的可行性研究。新的核弹头将基于现有设计，因此在投入使用前不需要进行核试验。在服役之后，美国将在哥伦比亚级潜艇与俄亥俄级潜艇上进行装备。新一代核弹头将采用钝感高能炸药，它的射程也将更远，超过目前的 W79 和 W88 弹头。不过，部署 W93 核弹头并不会增加美国核武器储备的总体规模。按照美国目前的规划，在 W93 服役之后，老式核弹头的数量也将减少。只是目前无法确定的是，这些被替换下来的核弹头会被拆除还是转入存储状态。关于这些问题，美国内部仍在讨论。
除了研发新型核弹头以外，美国还计划投入30亿美元对美军武器库中现有的核武器进行现代化改造。相关技术人员、科学家以及美军导弹工作人员需要确保旧武器可以正常运转，直到新武器到位。在未来10年内，美军装备更新换代所需要的费用预计将超过7500亿美元，更新其核防御系统的几乎所有组件。除了核武器以外，还有新型轰炸机、潜艇以及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都将进行有效升级。否则，只升级核弹头却没有合适的发射平台，那就比较尴尬了。除了以上这些，英国媒体还报道，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文件消息，美国计划在英国重新部署核武器，理由是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与日俱增。报道指出，美军计划在英国的拉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部署核弹头，这是自2008年美国从英国撤出核武器之后，首次计划重新部署。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全部内容。各位对以上资讯有什么见解？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